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Lisa 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绘画的内容呢，就是这幅建筑插画。然后它用到的工具呢，很简单，是马克笔和勾线笔。这幅画呢，我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。这幅画很神奇，大家画出来的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会不一样。你就是看过我的视频画出来的也会跟我的不一样，因为它是用比较随意的线条，然后来激发你的想象力。然后呢，在填充的过程中呢，又非常锻炼你对线条的把握能力，对图形的这个想象力和把握能力，以及最后填色的时候配色能力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画吧。首先呢，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拿出黑色的勾线笔，在纸上随意的画一些线条。这些线条呢，越随意越好，不需要横平竖直，也不需要有什么规律，根据自己的喜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哈。然后我这个线条基本上这样就画完了。画完了以后呢，你看我们有这种断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把它做一个连接。连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概的想象一下，你今天的这个房子要画成什么样子。好，大概我这个图形就连接完成了。完成了以后呢，我觉得有一些区域呢，它有一点大，然后我可以给它再做一些分割。包括这边，这个分割也是随意一些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得到了很多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。我们就可以从下往上，或者你从你喜欢的图形中间，画面的中间也可以开始做填充。填充什么呢？填充你喜欢的一些图案。比如我想象这一个区域像我们现代化的大楼那种玻璃幕墙的大楼，然后就把它画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呢，又是一个像城墙一样的结构。大家在绘画的时候，思维可以跳跃一些。如果没有灵感，可以看一看窗外。从窗外你眼前的建筑上找一些灵感。城墙画完了，然后我们接着往上画。我想让它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些植物，像草丛一样。那么同样的东西，我可以添加到很多的地方。可以随意的在画面的一些地方做添加。这个半圆画的时候要有变化，尽量大半圆和小的半圆交叉使用。
好，填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接着画房子。这边房子，我想让它有一个尖顶。在一个封闭的图形之内，你的图形在一个封闭的图形之内，里面填充的图形尽量是要有规律的。然后这边想让它有一个门，这个门可以是斜着的。门把手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圆圆的窗户。大家在绘画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绘画的合理性，因为我们这是一幅装饰插画，所以说你怎么画都是合理的。这边用线条来填充。然后呢，这边用传统的窗户，它可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建筑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看哪里会让我更加有灵感呢？在这个建筑上，我有一点小的想法，那么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画。这是一个尖尖的房顶，然后呢，我想让它有一些曲线。这些曲线呢，我可以把它变成植物。就有一点像爬着房子，爬在房子上，跟着房子一起生长的那种植物。然后这边是窗户，它有一个栏杆，像伸出去的阳台一样。那么我可以让它这个窗户有一个变化，跟上面的不一样。画到这边，这边可以是一个中式的建筑，那么我就给它一个灯笼。画完灯笼了以后，加一扇大门，然后它还可以有一个春联。好，再接下来再把这个区域，这两个区域我会放在一起来考虑。那么怎么做填充呢？圆形也用了，方形也用了，那么我用三角形。它可以是这种随意的窗户也好，建筑上的装饰也好。然后这是它的房顶，
房顶怎么做装饰呢？我们用这种锯齿线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区域就随意的加，怎么加都是对的。门也好，窗户也好，只要你觉得合理，它就是对的。这边我想加一个圆顶，有点异域风情的那种房子。然后呢，它也是有好几层，高高的城堡，窄窄的门，让你的门宽窄发生变化，那么你的画面就会有了变化。这边就有点像墙皮脱落以后产生的露出里面的砖墙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往这边画。这边我想让它有一个栅栏。画这种画的时候，大家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过程，因为你可以随意的画，不用担心自己会画错啊，或者画坏啊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小小的房檐，是一个歪的，就简单的填充一下。然后再接着往上画，这边的房顶上想让它长一些植物。然后它有一个房顶，用折线来装饰。然后它的房子内部呢，可以是一个花朵形状的窗户。再加一朵小一点的花朵，让它有一种大小错落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想象它可以是一个钟楼吧。钟楼首先要有一个大大的钟，然后给它加一些结构上的装饰。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做装饰。
然后钟楼的门，好，这大概是一个我们钟楼的样子。然后我在这里呢，可以画一扇打开的百叶窗，斜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专门画斜，这样才更有趣。给它加一个窗框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给它加一个这样的装饰，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想这么画，我就这么画了。然后这边加一个小小的门，再小一点的门，特别小的门，一个比一个小的门。这边呢，我这样画，是不是还有一点像那个售货的橱窗的感觉？那你就把你的感觉画出来。还有这个地方，我可以再给它填充一些植物。填充完植物以后，就随意的填充一些线条。然后这边是小窗户，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电线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接着往这边画。然后这边呢，我让这个房子是雪房子，这里面城堡也有啦，钟楼也有啦，来个东北的雪屋。好，雪房子画完了，那么再接着往上加，然后中式的也有了，在这边加一个门吧，这附近好像没有什么门，是一单扇门，然后周围有这些曲线做装饰。然后上面是小窗户，是不是有点像新疆房子上面是有这种小的窗户？然后这是房顶，房顶我们就用横线来装饰。好，钟楼这边这个房顶，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内线。我们这幅画基本上就完成了。上面的部分呢，不要填满，要记得适当的做一些留白，大概是一个天空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出马克笔填色。首先我们用绿色，给我刚才说的植物的地方，画的所有植物的地方填一下颜色。
这个地方区域比较小，点一下就可以。如果画笔在纸上停留时间过长呢，可能会让这个颜色晕出去。大家在填色的时候，有时候手心会出汗，然后呢，这个刚才用的黑线笔是水性的，一出汗的话，它会容易染的画面上到处都是，所以可以垫一张卫生纸在手下面，就会避免这种情况。好，浅绿色涂完了，我们选稍微深一点的绿色，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植物更有层次。填色的时候，如果你怕涂出框外，那么就先涂旁边，再涂中间，就是先把轮廓的地方画一遍，然后呢，再涂中间，分组分区域的去填色。好，绿色基本上涂完了，那我们把绿色先放一边。这时候呢，下来选一个颜色是黄色。这边中式的房子肯定是要跟黄色结合的，红色主要以红色、黄色为主。那么我就先把黄色填上去。这个大门也是黄色，金黄色的大门。然后把这栋房子也涂成黄色。好，填完了以后，再看一下有没有还有什么地方，我想让这个钟楼是跟黄色搭配的。
大家可以看我这样随意的涂，它这个黑色的签字笔一般是不会晕开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涂，它还是会晕开的。所以说大家涂的时候，不要在一个地方反复的涂抹。我们先把边画好以后，大面积的就是这样成组涂。不要这儿画2笔，那儿画2笔，到时候涂出来的颜色会比较的花。成组的涂，就趁它这个颜色还没有干的时候，它就融在一起了，就容易涂的比较均匀。黄色大概涂完了，然后我就看喜欢什么颜色，接着往下涂。然后黄色过一会儿你还是可以再用的，就是这一会儿你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涂了，你把大面积的颜色先把它确定好，然后小面积的颜色再去调整。还有什么地方涂成蓝色呢？把这个窗户涂成蓝色。好，大概差不多了。那么这边是长城的感觉，我想让它有一个土黄色的感觉。那么可以找一张纸，先试一下颜色。我找2个比较相近的颜色都试一下，感觉这个颜色更合适。那我们就用涂这个颜色。马克笔刚涂上的时候，大家看颜色比较均匀，比较不均匀，不用太过在意。过一会儿呢，颜色会干了以后可能会好一些。如果干了以后呢，还是很不均匀，你还可以做第2遍的填涂。然后我想把这个房子，中国风的房子涂一下，然后有2个红色，我想选一下，就可以在这边试一下颜色，感觉这个好像更合适。这个比较更像城墙，比较沉一点的红色。
涂的时候不要怕画面太花。我们这种装饰插画就是要颜色比较鲜明、明快、活泼，这样的配色才好看。尽量呢，涂房子的时候，大面积的颜色尽量不要重复撞在一起。比如说，你这个地方是红色，这个地方也是红色，尽量把它区分开，用颜色很直观的对你这个建筑做一个区分。那么刚才比较亮的这个红色，我们就用来画灯笼和春联。然后门框应该是一个棕色，就选一个棕色。这个地方我想让它是一个橘色的房顶。那么让它的门也是橘色，跟房顶做一个呼应。窗户是蓝色吧？这个思维好像比较传统哈。窗户就感觉应该是一个蓝色的，蓝色的窗户在这上面还挺和谐的。然后我们再想一想，观察一下，想让它有一个粉色的房子，这个花朵应该是粉色的。然后这边留一朵，给它调一个不同的颜色。背景呢，我用紫色来涂。好，涂色的思路大概就是这样。首先呢，先涂大面积的颜色，或者你有感觉的颜色，比如很明显的绿色呀，或者是这种中式房子的红色，或者是你某个大面积想用黄色。接下来再去调整小区域的颜色。另一个呢，就是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这个颜色要区分开，不要撞在一起，融在一起。那么接下来我就直接给大家看我填完颜色的成品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幅画已经完全涂好颜色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画面跟我的画面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。
这种方式呢，能够发挥你的想象，然后激发大家的原创能力，非常漂亮，可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。然后别忘了，在左上角的空白处呀，可以写一个大家的签名，再写上日期。那我们这次的课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